当人贩子冲过来抓走哥哥那一刻，我却不悲反喜，巴不得被人抓走，甚至还在转身跑时说了句：“哥，我们15年后再见。”因为前世在人贩子冲过来时，我就下了哥哥周俊明，而自己却被抓走。15年后，我被亲生父母寻回，却没有享受过家人一天的宠爱，还屡被早已将我取而代之的假千金栽赃陷害。然而更让我痛心的是，自己就下的亲哥哥，却挽着假千金的手，一脸嫌弃地看着我。我的妹妹永远只有晶晶一个。最后更是为了救那个假千金，逼着我捐献骨髓，害得我不到2年就死了。在睁眼回到遭遇人贩子那天，面对6岁哥哥的呼救，我猛然回神，发现自己正坐在一辆儿童卡丁车上面。6岁的周俊明边哭边喊：“妹妹，妹妹，快救我！”眼前的一幕如此熟悉，我马上意识到自己居然穿越到了6岁被人贩子抓走的那天。很快，那个凶神恶煞的人贩子抓着周俊明往马路对面的那辆面包车走去。周俊明惊慌失措地冲我大喊：“妹妹，快救我！”上一世的我眼见自己哥哥被抓走，立刻开着卡丁车朝那个人贩子撞过去。人贩子措手不及地被撞翻在地，周俊明趁机挣脱。我见状大喊：“哥哥，快上来！”周俊明迅速跑过来坐上卡丁车，我却在车子启动的时候被甩了出去。气急败坏的人贩子从地上爬起来抓住我，最后的结局就是周俊明因为害怕并没有将卡丁车停下，迅速逃走后平安无事，而我却被人贩子抓走，开启了悲剧且坎坷的一生。周俊明的嚎叫声还在继续：“妹妹，快救我啊！”那个人贩子显然已经注意到了我，事不宜迟，我驱车逃离。看着远处不断哭叫的周俊明，我淡然回应：“哥，我们15年后再见吧。”周俊明被人贩子抓走后，父母悲痛欲绝，在各大电视报纸上轮番发布寻人启事和悬赏公告，然而屁用没有。回想起上辈子我被卖出去的那户人家，连去镇上赶个集都要走半天的路，周俊明又能走到哪里去？尽管此刻的父母确实很伤心，但没关系，他们会忘记的。就像上辈子丢了我这个亲生女儿，他们也悲痛欲绝，生不如死。后来因为思女心切，他们去领养一个女儿，他们把全部的爱意都倾注到了那个养女身上，什么都给她最好的，捧在手上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即便后来将我这个亲生女儿找了回来，也丝毫不能撼动养女在家里的地位。最离谱的是，后来养女生病需要换肾，他们还双双跪下来求我这个亲生女儿给养女换肾，所以没有什么是不能代替的。即使是亲生女儿，时间过得很快，距离周俊明失踪已经快1年了。我总是在父母耳边念叨很想念哥哥，每这个母亲就会伤心的直掉眼泪。她忍不住跟父亲提议，要不我们去领养一个男孩吧。我仿佛猜到了剧情会这样上演。就这样，父母带着我去了很多家福利院，看了很多年纪相当的男生都不满意。这天，我们又来到一家位置比较偏、环境比较差的福利院，找了一圈都没找到我想找的人。之后正打算离开，院长突然提出建议：“先生、女士，你们是否考虑过领养一个女生？我们这有个女孩，年纪和你女儿相仿，非常乖巧听话，懂礼貌，人也很聪明。”许是这么长时间以来，连日为这个事情奔波，母亲也有些乏了，于是答应见一见。当那个女生走出来时，我一下子愣在原地。居然是她，姚晶晶，我爸妈前世当成心肝宝贝的养女。对方见到我似乎也吃了一惊，原本甜甜的笑容变成满脸的惊愕。姚晶晶似乎反应过来，赶紧切换，脸色变得十分小心翼翼且有礼貌。叔叔阿姨，你们好。母亲点点头，略带探究地打量着她，随后问那些问题，姚晶晶都对答如流。一番对话之后，看得出来母亲对她挺有好感，就连父亲脸上也露出满意的神情。但怎么办呢？现在掌握姚晶晶生杀大权的那个人是我。小诺，我们把这个姐带回家好不好？不好。话音刚落，姚晶晶的脸刷一下白了，她焦急且错愕地看着我，嘴唇微张，似乎想说什么，最后生生忍住。干脆明了的态度让母亲有些意外，她似乎还想劝我，其实家里多一个姐姐也挺不错的，你们可以一起穿漂亮的小裙子，一起搭好看的头发，一起躲猫猫。我不要。态度坚决，母亲只好放弃。不好意思，刘院长，我们恐怕不能收养这个女孩了。没关系，周太太我们能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妈妈，我是晶晶。爸爸，你不认得我了吗？父亲和母亲闻言吓了一大跳，一脸蒙圈看面前的女孩子，不明白对方这是闹哪样。姚晶晶扑上来，紧紧抱住母亲，眼泪哗哗直流，生怕她下一刻就会离开似的。妈妈，我在这里等你和爸爸好久了，快带我回家，我一天也不想在这待下去了。哥哥呢？为什么哥哥没有过来？母亲被他奇怪的语给吓到，脸色有点难看。你这孩子怎么乱了吗？难道是脑子不正常？不是的，妈妈，我的脑子很清楚，上一世你就是在这里把我给带回去了。在场的人除了我，想来没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母亲和父亲已经完全变了脸色，许是没想到刘院长推荐给他们的竟然是个精神不正常的。刘院长的表情尴尬又难堪。小胡，快把这个人带下去。来人将姚晶晶带走时，他又惊又惧，歇斯底里的挣扎。姚晶晶只能被那个阿姨像领小鸡一样领了出去。过了许久，院子里依然能听到她撕心裂肺的哭叫声。母亲惊魂未定，对我说道：“小洛，我们快走，这地方不能待。”
有神经病。上一世还是我妈捧在手里的宝贝千金，这一世就变成了脑子有问题的神经病。就连我都受不了母亲这截然相反的态度，更别说姚晶晶了。就在这时，我终于在一个角落里看到陆心逸。此时的她脸上挂了彩，显然是被揍了，但眼睛却倔强的像一只不服输的小狼。瞬间我的眼眶湿润了。上一世，每当孤儿院里有其他小孩欺负我，就是他帮我打回去的，哪怕一个打10个，他总是满不在乎的语气安慰我。别哭了，我不是帮你教训他们了吗？放心吧，我是男子汉，我说过要保护你，绝对说话算话。小男孩铿锵有力的话还在我耳边回响，此时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陆心逸，这一世换我来保护你。爸妈，我要带这个小哥哥回家。为什么？父母亲都表示不理解，但我毫不在乎，并执意要这么做。我不管，我就是要带他回家。两人没有办法，最后只能同意。就这样，8岁的陆心逸跟我回了家，看到周家富丽堂皇，他显得有些拘谨，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轻声说：“你们为什么要收养我？”我转过身朝他露出一个温暖的笑容，因为这一世也该换咱们2个过过好日子了。他当然听不懂，不明所以地看着我。这是谁？这是抱着洋娃娃的周俊明。周俊明去年6岁生日时照的，没谁不用管他。说罢，我拿起相框，毫不犹豫扔了。记得上辈子，周俊明曾经冷冷对我说：“我永远只认姚晶晶一个妹妹。”很好，这辈子我也不需要他这一哥了。过了一会，陆心逸再次抬眸看我，那双黑白分明的眸子里写着淡淡的彷徨与倔强。你打算收留我多久？3个月还是半年？据我所知，陆心逸此前已经有过2次被弃养的经历了。有一对夫妻纯粹是为了作秀，为了提升他们工厂品牌的知名度，在报社的大力宣传下，他们将陆心逸领养回家之后便不管了。陆心逸天天被那对夫妻的儿子打得鼻青脸肿，但为了能读书，为了不让别人耻笑，他是没有爸妈的孤儿。年仅5岁的他生生忍了下来。后来那小子对陆心逸越揍越狠，甚至直接把他从2楼上推下去。加上那对夫妻的工厂破产，他们要把陆心逸继续送回孤儿院。离开那个家之前，陆心逸实在忍受不了，和那小子狠狠打了一架，打得对方哇哇大哭。从那之后，陆心逸就意识到，要想不被别人欺负，唯有拳头才能解决一切。大概过了半年，陆心逸再次被一对没有生育能力的中年夫妇收养。这次还挺幸运，那对中年夫妇虽然家境一般，但对他还算不错，至少没有人对他拳打脚踢。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女主人怀孕了，夫妻俩几乎没做任何考虑，就把陆心逸再次扔回孤儿院。在那之后，陆心逸的心死了，她不再期待被人收养这件事，脾气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和人打架，一个人独来独往。直到后来我出现在孤儿院，2个同样被人孤立的小孩渐渐变成了朋友。回忆到这里，我对陆心逸说道：“不是3个月，也不是半年，你可以永远待在这个家，待到你自己想离开为止。”他有些不解地看着我，漆黑发亮的眼睛像夜空中耀眼的星辰。很久很久都没有说话。虽然父母一开始反对我将陆心逸接回来，但很快真香定律就上演了。没有人比我更清楚陆心逸有多聪明。钢琴课才上3节，他就能凭记忆弹出完整首流行曲。围棋课上2个月，老师就不是他的对手了。至于学习方面，3年级开始，他已经在看5年级的数学书，语文、英语从来没有下过100分。父母脸上的笑容渐渐多起来，尤其听到各科老师对陆心逸赞不绝口的时候，他们像培养我一样全力培养陆心逸，为他报感兴趣的培训班，带他去参加各种名流宴会，让陆心逸与其他年纪相仿的富家千金们打成一片。陆心逸颜值出众，学习又异常拔尖，个性虽然略显孤傲，但瑕不掩瑜。一些有头有脸的大人物甚至开始为自家女儿出谋划策，商量要与我父亲结为亲家。父亲心中虽喜，但还是婉言拒绝，毕竟年纪太小了。从那之后，父母亲对陆心逸更加重视，教育方面也更为严格，吃穿用度与我这个亲生女儿毫无两样。我和陆心逸也变得如同上辈子那般熟悉。这天放学回家，马路中间突然窜出一个人影，吓得陈司机慌不择路，直接堵上路边的电线杆。下车后，陆心逸紧张地查看我的身体。小陆，你没事吧？我吁了口气，摇摇头，没事，放心吧。陈司机脸都吓白了，气冲冲地走向对面小女孩。陈司机是我是姚晶晶。陈司机正气凛然询问道：“小朋友，你知不知道刚刚的行为有多危险？你爸妈呢？”姚晶晶满脸失望，当她看见我和陆心逸时，眼睛瞪大，失声问道：“周允诺，你们怎么会在一起？”陆心逸转过头，疑惑问我：“他是谁？你认识吗？”我摇摇头否认道：“不认识。”姚晶晶脸色苍白，疯狂摇头：“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周俊宁呢？周俊宁哪去了？”陈司机也扭头问我：“小姐，这是你朋友吗？”我不认识他。陈叔，赶紧走吧。陈司机闻言，随即上车发动车辆。姚晶晶冲上来，不断拍打着车窗：“周允诺，你不能走，我要跟你一起去见妈妈。停下，快给我停下！”很快车开到家门口，我心想，今天可真倒霉，遇见姚晶晶这个疯子。陈叔，待会和小区保安说一声，别什么疯疯癫癫的人都放进来。好的，小姐。到家以后，我将路上发生的事情告诉母亲，母亲心有余悸地拍打我：“好险，差点就出车祸了。”妈妈，那个女孩子不会真是个疯子吧？她怎么还找到我们家来了？母亲显然也被吓到，
愤怒地给刘院长打去一个电话，那边小心翼翼地跟母亲赔罪了好久，表示已经派人过来寻找姚晶晶，他们很快会把人带走，这件事情才算了结。没过多久，父亲的公司在欧洲那边的业务遇到一些状况，父亲打算即日前往。他对母亲说，这次可能会去比较久，也许是2年，也许是3年，言下之意就是在短时间内他都会因为分公司的事务回不了国。想到前阵子阴魂不散的姚晶晶，我不假思索地跟母亲提出建议，哇，我们搬过去跟爸一起生活吧。建议很快被母亲采用。仅仅过了2个礼拜，临走前我回想起上一世的种种恩怨，做出了一个再见的手势。拜拜了，周俊，你要晶晶，有缘的话14年后再见吧。在这段漫长辛苦且难熬的日子里，你们可要加油啊！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也不要自杀，要像一只蝼蚁一样毫无尊严的活着。毕竟上辈子我也是这么过来的，相信总有一天咱们还会再见的。从航站楼走出来后，我一眼就看到正取着我名字的陈叔，多年未见，他居然还是老样子，忙朝对方招手，对方却根本没有朝我这里看，直到我走到他面前，笑着道：“陈叔想什么呢？我都叫你好几声了。”你是允诺小姐吗？对方瞪大眼睛，一脸的不可思议。你怎么长得这么高，这么漂亮呢？我本来就很漂亮啊。陈叔激动的连连点头。是，允诺小姐本来就很漂亮。说罢，他又朝我身后望了望。你一个人回来的吗？董事长和夫人还有兴义少爷呢。他们要过2天等兴义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再回来。你知道我爸妈的，宝贝儿子每一场演出他们都不会缺席的。陈叔显然对我的话表示很赞同。也是，董事长每次给我打电话，只要一提起兴义少爷的话，简直是滔滔不绝。兴义少爷上个月在维也纳的演出怎样，下个月要去白宫演出什么。我有时候想问一下你的近况话都插不进去，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兴义少爷才是亲生的。我笑着摇摇头。回程路上，我注意到这座城市到处都录兴义的巨幅海报。天才钢琴家时隔14年回国首场国内公演重磅推出，这个噱头显然很不错。我们之前住的老房子早已卖掉了，3年前爸爸在郊区买了一套山顶别墅，去年刚刚装修完，装修的很不错，接近于我的梦中情房。陈叔又开始絮絮叨叨。允诺小姐，你们怎么喜欢住在这么高的山上？风景虽然不错，但你们年轻人开车可要小心一点，这边的山路弯弯拐拐的，可千万不能开快车。知道了，陈叔。整理好后，电话突然响起。在干嘛？心里有温润的声音在耳畔响起。大少爷怎么了？刚整理完才坐下来休息，你有什么事要吩咐吗？我订了大后天的机票。好的，我会为少爷您接风洗尘的。电话里传来一声轻笑。对了，演出怎么样？还不错。恭喜恭喜。好了，11点半了，快去睡觉，你可不能熬夜。一道轻微的叹息在耳边响起。知道了，晚安，爱你哟。对方听到这句话愣住了。你刚说什么？晚安，爱你哟。电话那端又安静下来，好似连呼吸都抑制住了。我笑道：怎么了？我不能说吗？上次粉丝接机的时候，我听到他们都这么说呢。3秒钟之后，电话里传来嘟嘟的忙音。2天之后，我和陈叔去机场接机，但是我却并没有看到陆心怡。爸妈，心怡没和你们一起回来吗？他被举办方的人接走了，可能要晚上才回来。好吧，我还特地吩咐阿姨做西红醋鱼，看来他没有口福了。刚到家，林叔匆匆跑过来说：外面有人找。我随口问道：找谁啊？说找董事长和夫人。父亲和母亲面面相觑，表情都有点莫名其妙。找我们吗？谁呀？陈叔面色纠结，最后还是说出来。他说他是董事长的儿子。时隔16年，我再次见到了周俊宁。他穿的不好也不差，身上的衣服还算干净，整个人很消瘦，皮肤粗糙，有点营养不良的感觉。他浑身颤抖，眼珠一动不动地望着父亲和母亲，泪水不自觉地流下来。爸妈，真的是你们吗？姚晶晶走过来，眼眶泛红，神情激动。对，不会错的，他们就是你的亲生爸妈。母亲怔怔走过去，眼睛同样眨也不眨地盯着面前的男人，缓缓开口道：你是俊宁。周俊宁的眼泪终于掉落下来，崩溃大哭。我是俊宁啊！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提醒自己不能忘了我本来的名字，就是为了将来你能认出我。母亲泪如雨下，掩面痛哭，就连一向坚强的父亲在这一刻都忍不住老泪纵横。一时间，客厅里哀嚎一片。我在想自己要不要也酝酿一下抱头痛哭的场面好了，无奈我酝酿了许久，眼泪一滴没掉出来也就罢了，反而还生出一种大仇的报的感觉。我记得上辈子自己被接回周家的那天，周俊宁一身西装，眼神倨傲，像极了电视里的霸总。他站在楼梯上，居高临下的打量着我，浑身上下都透着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爸妈，他真的是周允诺吗？你们没弄错吧？即便得到了父亲的肯定回答，周俊宁眼里的嫌弃依旧十分明显。身穿香奈儿小裙子的姚晶晶脸色不愉地走到他身边。哥哥，她真的是你亲妹妹吗？看到姚晶晶不高兴地嘟着嘴巴，周俊宁一脸睨睨对姚晶晶说道：傻瓜，我的妹妹永远只有你一个。我攥着衣角，局促不安地看着他们俩兄妹嬉笑打闹。明明是站在客厅，那刻觉得自己仿佛站在尘埃里。想想上辈子那个不可一世、金贵傲慢的周俊宁，再看看眼前这个又黑又瘦、毫不起眼的农民工小哥，他甚至还比上辈子矮了10几公分，看起来最多1.7米。想来是生活条件太苦，营养没有跟上的缘故。嚎啕声结束之后，周俊宁终于注意到了我。你就是周允诺吗？我礼貌地朝他笑笑。我是。他走过来打量着我，
目光从上到下，目光透着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好久不见啊！对方的语气偏冷淡，还真是好久不了见了。距离上一次分开整整16年了，命运果然在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好久不见，哥哥。周俊宁点头，思想到什么？对了，爸妈，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认的干妹妹，她叫姚晶晶。看着这两人真无语，这两人也算是真爱了兄妹情的那种，只不过上辈子是富贵二人组，这辈子是难兄难妹。没有香奈儿奢华小套装加身的姚晶晶身形干瘦如柴，头发看起来油腻腻的，衣服虽然是新的，但一看就很廉价，全身上下加起来不过100的那种，就连我家保姆阿姨的女儿看起来都比她多出2分贵气。见我的视线转移到她身上，姚晶晶脸上浮现实打实的难堪与窘迫，还掠过一抹浓浓的阴鸷与狠戾，看得出来她恨我，并且是恨极了我。不难理解，我是她这辈子悲歌穷困潦倒的罪魁祸首，毕竟差一点点她就被爸妈收养了，无所谓啦。他再恨我也没到上辈子我被周俊宁绑架到医院强行给他打腰子那天恨他的程度。那段时间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生不如死，痛不欲生。我恨周俊宁，恨姚晶晶，恨爸爸妈妈，我恨他们每一个人。但有什么用呢？屁用没有。手术之后，我的仇人身体恢复健康，全家皆大欢喜，而我却因为术后伤口愈合不佳而发生感染，肾功能衰竭，没2年就拔了。父母显然还没有想起来，姚晶晶就是那个小时候差点被他们收养的孩子。两老客气地跟对方表示感谢，谢谢你帮我们找到了儿子，多亏了你对俊宁不施照顾。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在这里住下来。无利不起早，姚晶晶这么费心费力带着周俊宁找到这里，可不就是为了这句话吗？想必这10几年她每天都在找寻周俊宁的路上吧。认完亲后，一整个下午，母亲拉着周俊宁坐在沙发上，边说话边抹泪，询问他这些年生活过得怎样，又回忆起他小时候的事迹，仿佛有着说不完的话。我听了个大概。周俊宁11岁的时候养父去世，养母独自拉着他长大，因为家里条件太差，他只念到初一就没再念书，出去打工了。他捡过垃圾，进过工厂，干过快递，经历这么丰富，也不知道姚晶晶是怎么找到他的。听到儿子初中都没毕业，母亲的眼睛又红了。父亲坐在旁边一语未发。就在几人沉默不语的时候，院子外面里传来动静，似乎进来。没过一会，客厅响起脚步声，一个玉树临风、温文儒雅的男生走进来。爸妈，你们怎么都坐在这儿？陆欣一向我们走过来，一张帅气的脸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他奇怪地看着沙发上的我们。儿子回来了。母亲突然间起身，表情竟然有些惊慌失措。父亲也面露慌乱。吃饭了吗？我吃过了。母亲不自觉地与周俊宁拉开距离，朝陆欣一走过去。陆欣一朝他笑笑，满脸疑惑地问：这2位是谁啊？他们是一个远房亲戚家的孩子。母亲听到这个回答后，脸上多了丝愧疚，但似乎又松了口气。对，远房亲戚家的孩子。我悠闲坐在沙发上，看着周俊宁那张粗糙泛黄的脸一寸一寸的变白。陆欣一听了母亲的话，主动朝沙发上的2人点点头，算是打招呼。周俊宁面无表情，没有回应。姚晶晶的视线久久停留在陆欣一脸上，不知道在想什么。我先上去洗澡。母亲听到陆欣一要去洗澡，呵，妈这就给你放水，这几天你也累坏了。不用，你跟爸爸和客人聊会儿天。小诺你，爸，我行李拿进来。陆欣一毫不留情地使唤我。为什么要我拿？大少爷都给我一个自行体会的眼神。没有为什么。陆欣一上楼之后，客厅里显得尤为寂静。父亲长叹口气，愧疚地解释道：对不起，俊宁，建议他下个礼拜有一场很重要的演出，为了不影响到他的心情，爸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等到演出一结束，爸爸就会跟他实话实说的。没错，建宁，你不会生爸爸妈妈的气吧？母亲想来也意识自己刚刚的行为很过分，小心翼翼地看着周俊宁。不过就算方才的情形再来一点，估计他还是会这么做。父母都喜欢光鲜亮丽能让自己引以为傲的子女，不是吗？关于这点，我上辈子的体会可是老深了。周俊宁攥紧的手掌又慢慢松开，他看向母亲，原本深沉暗淡的眸色又恢复清明。当然不会，妈，我可以理解。听到周俊宁这么说，母亲似放下心来。我暗自嘲讽母亲的天真被素不相识的人夺去。真正15年的爱，没有人可以对这种事释怀，就如同上辈子的我，还有这辈子的周俊宁。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的好哥哥，你终于体会到这种杀人诛心无能为力的感觉了吗？明明很讨厌一个人，但为了不让父母失望，只能很努力地迎奉对方，讨好对方。明明是你的亲生父母同胞哥哥，但你永远也融入不了他们。在家他们是一家4口，外面你是路人甲。宴会上每当有客人询问起自己，父母总是躲躲闪闪，言辞闪烁，然后那个娇俏可人的假千金落落大方走上来帮大人解围。她是我们家保姆阿姨的女儿，最近来城市找工作。多好笑，明明自己才是真千金，就被假千金说成是保姆阿姨的女儿。可是没有人出来解释这一切，即便是亲生父母，即便是你的亲哥，他们不约而同地守住这个谎言。若不是小时候的记忆太深刻，我他妈还真以为自己是保姆的女儿。翌日清早，我走下楼，看到陆欣逸已经坐在沙发上，不知道在想什么。早啊，哥哥。啊，对方一脸惊讶，脸上闪过一抹可疑的红晕。你叫我什么？莫非你最近老得太快，耳朵已经这么不好使了？陆欣逸镇定扫了我一眼。谁叫你老是说些奇奇怪怪的话？叫你哥哥很奇怪吗？陆欣逸正要说话，周俊宁和姚晶晶已经从楼梯上走下来，
操！陆心义他很有礼貌的同二人打招呼，周俊宁点下头，神色冷淡没说话，倒是姚晶晶主动朝陆心义绽放出笑容。早，心义哥。心义向来心思细腻，很快就察觉出某人对他毫不掩饰的敌意，这时让陆心义有些莫名其妙。我清了清嗓子，用法语说出一句：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别太惊讶。三人同时朝我看过来，周俊宁和姚晶晶是不懂法语的，至少上辈子不懂，这辈子看着表情大概率也是不懂的。然后我毫无顾忌再次说道：这人是我失散15年的亲哥，昨天下午已经跟爸妈相认了。陆心义神色惊讶，下意识用法语回道：那为什么昨晚不跟我说实话？你最近有演出，他们不想因为这个事情影响到你练琴，难怪。你们在说什么？姚晶晶突然蛮横地打断我和陆心义的对话。再说天气很好。天气好为什么不能用中文说？这货怕是忘了上辈子他和周俊宁仗着我英文不好，在我面前用英语吐槽我的穿搭和容貌这件事了。要不是我偷偷用手机录下来寻找翻译软件，还不知这个假千金对我的敌意如此之深，真是双标的可以。我想用中文就用中文，想用法语就用法语，带你屁事。姚晶晶被我对得哑口无言，大概是把自己带入到上辈子的角色中去了。大家都在同一屋檐下，你们这样子不觉得很没礼貌吗？周俊宁表情冷漠，又来了一个双标狗，我真是服了这些傻叉。所以你摆这样一副手脸就很有礼貌吗？这里是我家，我想摆什么脸就摆什么脸。周俊宁抬起下巴，目光犀利。仅仅过了一个晚上，他的态度与气场就与昨天下午截然不同。看来是兄妹开撕的节奏了。上辈子我小心翼翼，谨言慎行，从来不敢和他硬刚，直到他强行把我绑到医院给姚晶晶打腰子，才彻底与之决裂。但有什么用？他眼睛也不眨地吩咐医生手起刀落。正好这辈子咱们两个都有仇，那就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吧。这里也是我家，我想怎么说话就怎么说话，谁叫你听不懂？如果当初不是因为你贪生怕死独自跑掉，我会落到这个田地吗？周俊宁目光灼灼盯着我，他终于说出了心里话。你知道这些年我过得有多惨？我被人贩子打得半死的时候你在哪？我在乡下喂猪喂鸡的时候你在哪？我12岁辍学去街上翻垃圾的时候你在哪？说到最后，他目光猩红地瞪着我，我只是冷冷笑，说的好像谁没被人贩子打过一样。只不过后来几番辗转，我被人送去了孤儿院，可在孤儿院里的日子更黑暗。被宿管用皮鞭抽打，我说什么了吗？你们在吵什么？父亲和母亲从外面走进来，一脸狐疑地看着我们。陆心一率先反应过来，没吵，我们在聊天而已。母亲紧张地看向另一边的周俊明，你没说什么吗？正在气头上的周俊明面色阴翳，我到底谁才是你的亲生儿子？我连实话都不能说了吗？母亲瞠目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3秒过后，她焦急地跟陆心一解释。心意，对不起，妈妈昨天不是故意不告诉你实话的，你可别生妈妈的气，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妈妈最爱的儿子。虽然我知道母亲向来宠爱陆心义，但当着亲儿子的面说这个话，未免也太大快人心了吧。周俊明震惊地望着母亲，表情从不可思议慢慢转变成失望绝望，最后一滩死寂。陆心一反而有些汗颜。妈，我没事。陆心一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说，内心的想法大概就是你快去看你们的亲儿子吧。最后陆心义借口要练琴火速离开现场，等到他一走，周俊宁沉着冷静地开口，爸妈，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让他走？母亲一时没反应过来，让谁走？我是你的亲生儿子，现在既然我已经回来了，一些闲杂人等就赶快撵出去吧。你是让心意离开我们家？没错。周俊宁言简意赅，当然不行。当然不行。二老异口同声，母亲荒谬地看着周俊宁。心意他到底哪里妨碍到你了？你这么容不下他回来，第2天就要赶他走。周俊宁泛着冷笑，妈，我才是你生的，这么多年来在外面受尽折磨，吃尽苦头，没有享受过你和爸爸一天的照顾与爱护，好不容易回来了，还要看这个假儿子的脸色，你有没有想过我？母亲蹙着眉头，脸色也开始不悦。你这些年在外面受苦受难，我们知道，爸妈以后会补偿你的，但你的处境又不是心意造成的，你怎么能把这些事情怪罪到他的头上？周俊宁失语片刻，看得出来他对母亲非常失望。爸，你也是这么觉得吗？父亲看向自己这个亲生儿子，眼中虽有所愧疚，语气却是异常坚决。俊宁，你妈妈说的对，这些年你奔波在外，生活坎坷，爸妈确实有愧于你，也希望将来能够补偿你，但这些都不关心意的事，她是无辜的，我们不会让心意离开这个家的，而是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相处。补偿？周俊宁哈哈大笑，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你们要怎么补偿我？拿钱吗？别忘了，这些钱本来就是我的，整个长盛集团都是我的，因为我才是你的亲生儿子。究竟要我说多少遍？想要补偿我，除非你们能够让时间倒流到15年前，你们能吗？能吗？客厅里回荡着周俊宁歇斯底里的大吼。不得不说，他做出了上辈子我想做的事情，说出了上辈子我想说的话。是啊，父母口口声声说的补偿，但是补偿有用吗？我们失去的是宝贵的时间，是原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可是上辈子父母让我跟姚晶晶好好相处的时候，周俊宁分明还在旁边说风凉话。你永远别想取代晶晶的地位，这辈子我都只有她一个妹妹，要不是念在你跟我的血缘关系，早就把你赶出这家了。最后
他逼着我给姚晶晶搭腰子时，我哭着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毕竟我才是他的亲妹妹。因为你福薄没有福气，生在我们家。他是这么回答我的。原来大家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只有事情真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才能体会到对方的心情。周俊宁啊，周俊宁，这辈子只能怪你自己福薄，没福气生活在这个家。那天之后，父母与周俊宁之间明显生出间隙，双方都有些躲着，对方看起来两边都不打算妥协，一方执意要将陆心义赶出去，另一方是万万不可能同意的。在我看来，周俊宁未免对自己太过自信了，亲生的又怎么样？陆心义为父母挣得了多少荣耀星光，使他们成为了明星父母，备受多少人的尊敬与崇拜，到哪里都是顶流般的存在。现在让他们放弃从小悉心栽培的天才钢琴家杨子，选择初中辍学当农民工的亲儿子，人家又不傻。又过了2日，父亲主动在客厅找到周俊宁。俊宁，我和你妈妈请几个家教给你补习一段时间，之后便送你出国留学，怎么样？周俊宁怀疑自己听错，你们要赶我走？当然不是。父亲不明白对方为何会如此曲解他的意思。俊宁，以前你是没有读书的机会，现在不一样了。爸爸觉得你还年轻，应该要多学习，多出去走走，眼界和心情才会发生改变。我为什么要改变眼界和心境？我也不需要去留学，过2天我就可以跟您一起去公司上班，您只需要教我如何管理和经营长盛集团就可以了。父亲被他的话彻底雷到半晌都没吭声。我在一旁好心提醒，哥，那个爸爸这2年身体不好，所以现在长盛集团主要决策权在我手上。周俊宁的脸瞬间变了，豁然起身。凭什么周允诺？你究竟要抢走我多少东西？我不由哑然失笑，长盛集团什么时候变成你的了？我是这个家的长子，他本来就是我的。周俊宁像个一点就燃的炮仗，我大声还击道：这个家的长子又怎么样？长盛集团是爸爸的，暂时还轮不到你说话。我说是我的就是我的，这些都是你们欠我的，必须补偿给我。够了！父亲终于发怒，用力吼道：你一个农民工怎么管理公司？异想天开，白日做梦吗？想要进入长盛集团，你至少得像你妹妹一样，先从斯坦福商学院毕业。你有这个资质吗？初2就辍学的人，等你考上斯坦福，黄花菜都凉了。母亲和姚晶晶闻声赶来时，客厅里一阵安静。周俊宁望着父亲，眼睛里写满不甘与屈辱。他目眦欲裂地瞪着父亲，歇斯底里的怒吼：我是你的亲生儿子，是你们把我弄丢的，现在嫌弃我是农民工，那又怎么样？我这个农民工才是你的亲生儿子。那弹钢琴的是你从孤儿院里领回来的，你是不是老糊涂了？放着亲儿子不理，天天巴结那个弹钢琴的，我看你们2口子都老糊涂了。话音一落，他想亮脑耳光打在周俊宁的脸上，父亲气得全身发抖。给我滚出去！鸡飞狗跳的一天过去了，周俊宁当然没有滚，他也舍不得滚。周末因为公司业务的事，我飞了一趟德国。那2天父母正好要录制上次的那个访谈节目，所以家里只有陆心义、周俊宁、姚晶晶3个人。在返程时是下午2点的飞机，刚到家发现都没人，于是跑到2楼找陆心义。刚走进去我愣住了，看到姚晶晶衣衫半裸，躺在床上姿势撩人，正朝我露出得意洋洋的笑容。陆心义睡在他的旁边，异常安静。回来了，我们可等你好久了。听到他说，我才注意到了沙发上的周俊宁。你们对心义做了什么？周俊宁淡然扫了我一眼，用手指了指茶几上的图片，基本都是姚晶晶和陆心义的各种照片，在床上、车里、浴室角度抓拍得很巧妙。陆心义看起来像是睡着了，又像是很享受。我实在想象不到这辈子的周俊宁和姚晶晶已经坏到这种程度了。你们想怎样？陆星义的事业生涯，外加长盛集团下半辈子的经营权，问你要20亿不算多吧？周俊宁，你也是为了钱吗？对方直视着我。不然呢？这么大笔钱我没办法私自决定，得先打电话给爸爸。拨通电话后，我3言2语说清当下的情况。父亲和母亲这2天录节目的地方离我们住的地方最多40分钟，很快他们就到了。母亲第一时间冲到床边呼喊心意，如同之前一样依旧没反应。她看到只穿了一件浴袍披头散发的姚晶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未等人有所反应，母亲啪啪给了姚晶晶2耳光。你什么时候拍的照片？用什么手段拍下来的？姚晶晶不可置信的捂着脸，完全不敢相信母亲会打她。妈，你打我？谁是你妈？你个有人生没人养的贱人！谁给你的胆子算计我儿子？姚晶晶面色崩溃，你骂我不知廉耻的东西！我骂你怎么了？你不看什么货色下三滥的边角料，给我儿子提鞋底。你儿子，他才不是你儿子，我跟周俊宁才是你的孩子，你这个老糊涂虫！姚晶晶气得大叫，你是不是疯了？母亲也气急败坏，我就是疯了，告诉你们，3天之内不凑齐20亿，我就会把所有视频和照片公之于众。你看我敢不敢？周俊宁，这就是你回来周家的目的。父亲哑着嗓子开口道，面色紧绷，目光沉沉，看着沙发上的始作俑者。你不仁我不义，这都是你们逼我的。对方冷峻开口，你想要多少？20亿。周俊宁，你是不是疯了？不想给钱的话，就等着陆星义身败名裂，长盛集团倒闭。你也不想因为你儿子的事影响到公司吧？母亲被气得打颤，爸妈你们先出去，我来跟他们谈。父亲深深叹口气，和母亲走了。周允诺，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谈？
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20亿，一份都不能少，不然你们全家等着身败名灭吧。别说20亿，20块我都不会给你们。姚晶晶冷冷嗤笑。周允诺，那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姚晶晶，你知道爸妈这辈子为什么不认你这个女儿吗？姚晶晶猛地瞪大眼睛，仿佛见鬼一般，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唇角激动。周允诺，你也重生了，对不对？我冷冷沈笑，没有回应。周俊宁看看我又看看姚晶晶，还以为自己幻听了。难怪那个时候你会跟陆心逸在一起。他说完，抬头眼睛里迸发出滔天恨意。那天在孤儿院，你是故意不让爸爸收养我的，对不对？你还不算太笨，不止如此，是我建议妈妈全家搬去德国，建议爸爸卖掉了房子，还让他调陈叔去北边的分公司上班。我要切断你跟我们周家的所有联系。你这贱人，你这狠心！姚晶晶瞬间破防，多谢夸奖，我连周俊宁都下得了手，更何况区区一个你。周俊宁像是意识到了什么，表情凝重地看过来。周允诺，你他妈是什么意思？姚晶晶却已明白怎么回事。你是故意让人贩子抓走他的。我只是适当的选择了明哲保身而已。周允诺，你这个可恶的贱女人，我早就怀疑这个事了。当年果然是你故意见死不救，害得我这些年过得连狗都不如。你过得连狗都不如是你活该，因为你是个畜生，就该过畜生的日子。我已经救过你一次了，可你是怎么对我的？狼心狗肺的东西！你知道每次我听到你这些年过得悲惨又可怜的时候有多开心吗？简直想开 party 庆祝。周俊宁啊，周俊宁，你他妈也有今天，哈哈哈！你这辈子怎么长得这么错，还这么矮的都没我高。姚晶晶，你每次看到他的时候是怎么忍住不笑的？他比上辈子矮了15公分，真难为你找他找了这么多年。不过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辈子的周俊宁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还是去工地搬砖比较合适。姚晶晶恨得咬牙切齿，嘴巴里咯吱作响。那又怎么样？至少我扳回过一局，上辈子是我赢了。你确实扳回过一局，但你也知道那是上辈子的事情。眼下穷困潦倒、身无分文才是你的处境。希望你这辈子生病复发的时候还有钱去医院换肾。哈哈哈，为什么我会没钱？我这不是马上就要有20亿了吗？你也不想看见陆心逸的职业生涯葬送在你手上吧？难不成你想看到长盛集团破产？我没反驳，他只是用手机调出监控，监控里是姚晶晶与周俊宁的作案过程。很明显，陆心逸被两人用了什么手段，早已昏迷不醒，一切都是他们的摆拍。重生一世，这两个人是又贪又蠢。在去德国之前，我就在家里都安装了隐蔽式的摄像头。你们刚刚要多少来着？20亿，抱歉，20亿我没有，我努力让法官判你们20年吧。不过我也知道不可能，你们既没杀人也没放火，最多判个3、5年也就出来了。我要让你们两个如同2条丧家之犬，1分钱不带来，1分钱也带不走的滚出我家，再送你们1人1牢饭。姚晶晶和周俊宁没有料到反转来得如此之快，两个人的表情可以说是一言难尽，一副快被自己蠢哭了的模样。周允诺，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明明你这辈子已经什么都有了，为什么还不放过我？既然这样，大家都别想好过。说完，气急败坏的姚晶晶拼命将我往阳台的方向拉去。这是你逼我的，反正没钱我也活不了多久，死也要拉你垫背。晶晶，你别冲动。周俊宁在后面喊他，姚晶晶像个疯子在阳台上崩溃大喊：为什么？为什么？周俊宁，为什么这辈子你那么没用？为什么不能像上辈子那样保护我？我整整找了你14年，我吃了那么多苦，被别人骗财还骗色，结果就落得这么个下场。姚晶晶已经彻底疯了，为了不让自己给他陪葬，只能先妥协。姚晶晶，我房间里有500万现金，你和周俊宁拿了赶紧走，但你要给我保证再也不会回这个家。对方疯狂的动作突然停止。你说什么？如果你们答应我再也不回周家，我可以选择不报警，500万留给你将来做手术绰绰有余。周俊宁也听到了这句话，他仿佛受到了侮辱。500万就想打发我，你疯了吗？人心不足蛇吞象，这是我所有的现金，要不要你们自己决定。姚晶晶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我怎么知道你说话算不算数？万一等我们一走你就报警了怎么办？我可以当着爸妈的面把钱给你们，只要你们不再回周家，监控里面的内容我也不会公布出来。至于报警，周俊宁毕竟是我爸妈亲生的，虽然他们现在对他失望透顶，但不至于赶尽杀绝。或许是觉得我的话有道理，姚晶晶松开了。那就按你说的办。周俊宁扛着整整2大袋的现金，姚晶晶选中了钱是他最喜欢的兰博基尼。就在周俊宁要把袋子放上车的时候，他却突然改变主意。等等，我们开这辆保时捷走。姚晶晶故作高明地看了我一眼。周允诺，500万我们是收下了，但这些钱具体能用多久也是个未知数，对吧？我故作错愕地望着他，懊恼、气愤、后悔等一股脑的情绪涌上我的眼睛。汽车伴着姚晶晶洋洋得意的笑容疾驰离去。我来到阳台，看着对面蜿蜒连绵的环山公路，耳边响起陈叔的话：允诺小姐，你怎么喜欢住在这么高的山上？虽然风景很好，但你们年轻人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旁边就是万丈悬崖。陈叔的话其实不对，我一点也不喜欢住在这种高山上，蚊子多，湿气又重。但为了复仇，我当初还是义无反顾的在这儿买了房子，因为在这种地方出了车祸不会有人活着。周俊宁、姚晶晶，我花了这么多心思为你们选的风水宝地，也算是对得起你们了。公路上那辆车子果然开始左右漂移，我仿佛听到凄厉的尖叫声划破夜空，到2秒停的一声去死，车子直挺挺朝悬崖下坠去。第二天，警察通知我们赶到医院的时候，姚晶晶已经去世，周俊宁正在抢救，这倒是让我挺意外的。想不到这货的命这么大。周俊宁虽然醒了，但医生就告诉我，但希望不大，最好是赶快让父母来和病人做个告别。开什么玩笑，
当然不行。我走进病房，看到周俊宁伤得惨不忍睹。你有什么话就说吧，我会转告给爸妈的。当然，话题最好不要掺杂敏感内容，比如你怀疑那辆车动了手脚等等之类的。我要见爸妈。周俊宁虚弱地吐出几个字，他们被陈叔送回家了，一时半会回不来。周俊宁脸上掠过一丝绝望，那是一种临死前的绝望，他的脸瞬间就会败下来，缓缓地再次开口。周允诺，这辈子你很得意吧？什么意思？我狐疑地看向他，你想起上辈子的事情了？尽管此刻的周俊明异常虚弱，但他的眼神却透出一种我十分熟悉的倨傲感。这是上辈子的周俊宁没错了。昨天的车祸是你对不对？看来他不仅恢复了上辈子的记忆，就连智商也上升了不少。幸好病房里没有摄像头，那我就和你唠2块钱的。是啊，用上辈子我陆星逸的命，换这辈子你和姚晶晶的命，很公平吧？我这人优点不多，睚眦必报算一个。周俊宁目光直直地盯着我，嘴巴开始颤抖。我只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重生的？就在遭遇人贩子那天，不记得了吗？你被那个人贩子抓走的时候，我还跟你招手拜拜了呢。不仅如此，我还知道你小时候被卖到的地方叫大眼村，对不对？其实那些年我一直都知道你被拐去哪里了，就是不想让爸妈把你找回来，因为我当时跟你说了，要15年后才能见的吗？只能推迟，不能提早。周俊宁咳得越来越厉害，颤巍巍地指着我眼睛里的意识开始泛泛。你好狠。当然不狠怎么报得了仇？当父母赶过来时，周俊宁已经去世，母亲哭得老泪纵横，父亲一夜间仿佛老了很多。没关系，伤心痛苦都只是暂时的，过段时间等到悲伤淡去，他们又照常平静无虞的生活下去。上辈子是我，这辈子是周俊宁，谁也影响不了他们俩。陆星一有些担忧地看着我，你真的没事吗？如果你想哭，就好好哭一场。为什么我要哭？我跟周俊宁的关系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更何况他和姚晶晶这次把你害得这么惨，幸好你跟姚晶晶没有实质那个啥，如果有的话，这辈子就打光棍吧，跟任何人都可以，就是不能跟姚晶晶。他好像觉得哪里不对，随即打断我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我跟任何人都可以？抱歉，不好意思，说错了，你跟任何人都不可以，跟姚晶晶更不可以。陆星一眉心微敛，似乎还想问下去。好啦，今天张嫂休假，家里没人做饭，我们自己出去买菜煮吧。现在吗？我现在网上打车。他瞬间奇怪，为什么不开车出去？我顿了一下，家里的车最近都不要开，过几天我要找人看一下。为什么？真是好奇宝宝，没有为什么，秘密。